有人当皇帝是为了治国安邦，他当皇帝只为玩个尽兴，放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不住，偏要在宫外建豹房纵情享乐，放着善战武将不用，非要自封将军御驾亲征，还真打了胜仗，一手提拔出权倾朝野的立皇帝刘瑾，最后又亲手将其凌迟处死，绝不手软。31年人生，荒唐与传奇起飞，比戏文还跌宕。这就是明朝最离经叛道，把江山当游乐场的帝王朱厚照。公元1505年，弘治18年，36岁的明孝宗朱佑樘突感不适，紧急召见内阁大臣，将皇位传给15岁的长子朱厚照。同年6月初8，朱佑樘在乾清宫驾崩。同日朱厚照即位，改元正德。父亲临终前反复叮嘱他要好好学习，勤于政事。可年少的朱厚照心思全在玩乐上，每天深夜才会寝宫。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以刘瑾为首的8个宦官，世人称之为8虎。他们摸准了朱厚照爱玩的性子，天天献上奇珍异宝，还怂恿他出宫游荡，把小皇帝哄得团团转。群臣见状纷纷上书劝解，可朱厚照反感大臣们的约束，反而对8虎愈发倚重。刘瑾借此一路攀升，坐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高位。大臣们不肯罢休，联名弹劾刘瑾。可手握大权的刘瑾只下了一道命令：所有反对我的人全部停杖。在这批被停杖的官员中，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叫王阳明。这次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，后续咱们专门开篇细说。现在先回到朱厚照的故事。刘瑾掌权后，朱厚照的玩乐更是变本加厉，皇宫已经满足不了他特意在宫外修建了豹房，整日在此纵情声色，把朝政抛到九霄云外。朝廷大小事务全由刘瑾决断，他甚至把奏章带回私宅，既不与百官商议，也不通报内阁，独断专行。为了巩固权力，刘瑾借着厂卫制度恢复了西厂，还怂恿朱厚照设立大内行厂，由他亲自掌管。这个机构的权力大到离谱，既能监察百官，制约内阁，甚至不用皇帝批准就能随意关押官员。当时民间都流传着一句话：明朝有2个皇帝，一个是朱皇帝朱厚照，一个是刘皇帝刘瑾。在刘瑾的淫威下，超过80%的官员见到他都要行跪拜之礼。史料记载，这段时间被他迫害的人多达数千，势力远超之前的大宦官王振。野心膨胀的刘瑾还肆意追征钱粮马甲，搞得军心涣散，民怨沸腾。终于，安化王朱志凡趁机起兵谋反，颁布讨刘檄文。一时间，所有不满刘瑾的人纷纷联合，跑到豹房向朱厚照揭发，列出了刘瑾17条谋反罪状。长期在豹房享乐的朱厚照看完后勃然大怒，怒吼：刘瑾负我！官员们在刘瑾家中搜查时，查出了黄金1205万两，白银2.59亿两，巨额财富让人瞠目结舌。根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最终朱厚照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，这场权宦乱政才得以终结。杀了刘瑾后，朱厚照总算清醒了几分，决定做点皇帝该做的事儿。可此时，鞑靼因为朝贡贸易中断，连年南下犯边，其中小王子达延汗的势力最强，对明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。1517年，正德12年春，达延汗率领7万大军南下，大败宣府守军，杀戮3749人。消息传到朱厚照耳中，他不仅不慌，反而异常兴奋，当即决定御驾亲征。他深知大臣们会以土木堡之变的教训阻拦，干脆不商量，直接率兵出宫，直奔居庸关，经宣府抵达洋河。此时，达延汗已率5万大军入塞，正在应州与明军激战。朱厚照闻讯立刻赶赴应州参战，亲自指挥作战，打得鞑靼军队节节败退。这就是历史上的应州大捷。此后北方边境安定了好一阵子，首战告捷让朱厚照彻底爱上了打仗。他在宣府营建郑国府，给自己化名朱寿，还加封自己为郑国公，相当于在宫外建了个军营，自己当起了将军。没过多久，宁王朱宸濠叛乱，朱厚照又兴冲冲的连夜整军，要亲自平乱。可没想到，他还没赶到叛乱之地，朱宸濠就被王阳明活捉了。没能过打仗瘾的朱厚照，干脆在南京寻欢作乐了数月，才慢悠悠地准备返回京师。返程途中，路过江苏淮安府时，朱厚照看到湖边景色优美，便亲自驾船游玩，一不小心失足落水，染上了严重的风寒。回到京师后，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只能在豹房养病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仍不忘宠幸女子。公元1521年，正德16年3月14，年仅31岁的朱厚照在豹房驾崩。临终前，他留下了一生中最正经的遗言：朕疾不可为矣。
尔等与张瑞可召司礼监官来，以朕以答皇太后。天下事重，其与内阁辅臣一处，此前事皆由朕而务，非汝众人所能御也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我已经不行了，你们赶紧召司礼监官员，把我的意思传达给皇太后。天下大事为重，一定要和内阁辅臣商量着处理。之前所有的过错都是我的责任，与其他人无关。朱厚照一生无子，31年里大半时间都在玩乐，治国只是副业。他提拔刘瑾祸国殃民，杀了刘瑾后短暂清醒，打了胜仗，也展现过军事才能。他驾崩后，皇太后与内阁商议，拥立他的堂弟朱厚熜为帝。这位朱厚熜的故事更具颠覆感，登基之路布满荆棘，步步惊心。即位后更创下离谱纪录，硬生生20多年不上朝。下期咱们就深挖这位传奇帝王，细说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别样人生。